年4月份到现在呗。我们是去年3月份认识，去年3月份认识的，他是个东北人，他是黑龙江的。然后他，然后呢，你认识他之前他就有男朋友？是的，我这个朋友就是说什么呀？这个很多问题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他这个人吧，就是性格问题吧，就是反正挺实事求是的吧，什么也有什么说什么吧。然后他就告诉我，其实这个事儿人家也没有错啊，人家还告诉我了。呃，然后呢？当时他是来到我这边，来到我的城市上班嘛。上班以后认识了以后在一起挺开心，挺开心吧。当时我也没有想过处感情什么的，因为感觉比较伤人，然后也没有处过，就是处过之前处过，后来好久没有处过。后来就认识了他，认识了他以后人品挺好的，然后就说处朋友嘛，处朋友，然后就跟我说那个把我这边的情况跟你说一下，人家就给我交代人家的情况，说我这边有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6、7年吧。然后呢，由于就是说，就两个人都不结婚嘛。啊，然后呢，后来就经济条件不太好。然后呢，他朋友就去外地上班去了。然后两个人就是一直都是这种跟家人一样的关系，就是恋人的关系嘛。现在也有8、9年了。你在这段关系里你然后说，受到什么委屈了吗？我没有听清楚您说什么。我说你在这段关系里受到什么委屈了吗？委屈吧，也不算人家给的委屈，就是有些事情啊，就是我个人自我反省，就是自己得需要自我调节。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话，我觉得就挺好的，就是有些问题就是得自己调节，自己去想开，但是也是有一定难度的。那你说说，就是你面对这段关系里边，你其实让你难以消化的点在于哪里啊？就是细节，就是具体的一个细节。具体的细节，就是什么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就是我这个人可能说处事的时候有点欠缺，就是没有深思熟虑，然后就投入进去了，就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呀，喜欢就行了，就没有想太多。但是呢，就是真正的确定了这种朋友关系以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挺介意3个人的。他们不是亲情了吗？他们会在一个城市吗？你们仨会在同一个城市或者在同一个地点吗？我们3个，他跟他朋友没有在一个城市，他跟我在一个城市。那有什么呀？但是属于什么呀？但是就是有时候心里不平衡的点会在哪里呀？就会觉得，就是他跟他朋友之间嘛，反正这么多年了，他朋友那个人他朋友那个人也非常不错，他朋友那人品也挺好的，挺老实。然后呢，就是我们3个反正都认识吧，反正都挑明关系了，也都知道这个关系，就是也都说了这些事儿哈。人家朋友就说没有意见，人朋友就说可以3个人，就说你要愿意的话，咱们可以3个人一块生活，就是我无所谓，是吧？反正就是说，就这么个性质。但是我不行，我这人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我接受不了3个人。但是这个事儿我又没有办法生气哈，因为你在处的时候人家告诉你了，嗯，所以他说的，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说的你的男朋友和你的男朋友的男朋友，他们其实不在一个城市啊。对他俩现在没有在，他俩平时会总他肯定见面吗？是要生活，肯定是要生活一辈子的。为什么要生活一辈子啊？因为我朋友的朋友呢，他呢也没有结婚，然后父母去世的也比较早，也没有人催促结婚，然后跟家里的关系处的也不太好，跟哥哥姐姐处的也关系不太好。然后呢，他朋友呢就把我朋友当成了这一辈子唯一可以，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一个伴儿，然后就是两个人就肯定要在一起了，就一辈子这样生活。那你然后的意思是我朋友他俩的那个就是分开的生活，其实不会维持多久，可能以后还是会在一起生活，对吗？
对他们虽然现在是异地3年了吧，但是每天都保持着发信息的这个，每天都发信息，就是跟家人一样吧，就是我朋友对待他朋友就是已经是亲情了。他给他亲情发信息，你也会很介意吗？喜欢的人肯定不想跟别人分享啊，我要说不介意肯定是假的。但是呢，就是说也不至于说就消化不了，就是得需要那你最消化不了的是什么？我就想听一下你有时候最消化不了的是什么。可能会挠，最消化不了的，啊，现阶最消化不段最了的就是我无法使朋友经常会说一句话，就说什么呢？就是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我朋友会说感情真的会有先来后到，这是我欠人，这是我欠他的，我欠了他，我欠了他很多。然后呢，就是虽然我现在喜欢你跟你在一起啊，然后呢也给人家挑明了，就以后也不再发生关系了，就是亲情。但是呢，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就说不联系，2选1。所以你想让他怎么说呀？我也没有啊，我也在想着尝试，就是说往外退嘛，因为确实很不舒服。也别说我自私啊，也别说我占有欲强，但是确实有时候不舒服想退，但是退还退不出来，拉拉扯扯我们也1年多了。哦，那这就这种事儿吧，很多直播间的小伙伴可能就是接受不了这种事儿，但是其实我逐渐的我能接受了。就是为什么说我逐渐能接受呢？呃，就是生活不是就是非黑即白，然后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的人你喜欢他，你也不知道喜欢什么，但是你就跟他分开不了。像你这个男朋友呢，我觉得他其实还是蛮真实的一个人，他话说的没有太过分，然后而且说的非常明白，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那如果说你接受不了的话，就是会挺考验你自己的一个，就是就是吃掉这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吃掉。那你如果吃掉不了的话，你其实就是会自我折磨嘛，因为你吃掉不了的话，你又不想跟他分开嘛。现在是这个一个情况，对吧？而且你分析的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要跟你说一个，因为你这段感情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很现实的一段感情，就是大家都很成熟的去把话说得很清楚。那我接下来我也会跟你说一句很现实的话，就是不要考虑太多嘛，就是呃所有的感情都不会就是像传说中的那么长。就比如说我刚才听到你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她以后肯定会跟她男朋友过一辈子，不见得哦，这个是不见得的。感情其实不是说你想过一辈子就过一辈子的，而且就是同样这句话也适用于你，就是不要过度的委屈自己，因为你也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多长时间。如果说你跟他在一起只有2年的时间的话，那你没有必要委屈自己1年啊。你说这个对，确实是挺对的，这个观点我还是挺认可的，确实是这样的。所有的感情可能都有一个保鲜期吧，也可能永远没有不过期的食物。所以说，但是他们两个在一辈子，我跟你说实话，我觉得这是已经几乎8、9不离10的事儿。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在一起已经将近快10年了，虽然说现在异地有3年吧，但是在一起也快10年了。然后呢，就是因为他的朋友在他比较落寞的时候，就是对他挺好的吧。然后呢，就是处的也关系不错。然后呢，从他的口中始终在跟我说什么呀？就是在说，就是挺亏欠人家的，就是说，就是欠人家的挺多。如果说给人家分手，或者说就是说把人家放到一边儿，就觉得做这事儿就挺不是人的，就挺不道德。不是挺然不是人后呢，的，他就不是人了吗？我不是说在跟你讨论，就是说她跟她男朋友会不会过很长时间，但是我跟你讨论的是一个人性的东西。
如果说我对一个事情已经产生了愧疚的话，如果我对一个事情已经产生了愧疚的话，我不会花一辈子去消除这个愧疚，不会赎罪，我会想着就是尽快的脱离这种赎罪或者是这种愧疚的心理。所以如果说我按照我的视角，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不会很长时间，因为她已经开始愧疚了，她会累，她会觉得有负担。你觉得愧疚不会坚持很长时间吗？完全不会，人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是他跟我说的是，你看他跟你说的那多了去了，啊，就是我身边有好多就是在一起的很多年的朋友，我都觉得都是会一辈子的，但是后期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在自己的生活的一个轨迹的变化的当中，其实他会有很多的选择，除非你男朋友和你的就是男朋友的男朋友，他俩就是生活一成不变，不受任何的这个世事的干扰，他们不用去改变自己的行径，那他们不会变化。但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容易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不会像你说的那种，他只要说出这种就是什么我会跟他过一辈子这种事儿，那就不太靠谱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都是比较宅的人，然后呢，对生活可能说需求度也没有太高的那种人。因为他朋友这个人属于什么呀？就是我觉得我跟谁？你跟你男朋友怎么认识的？我跟我男朋友啊，我跟我男朋友通过小兰认识的。好，比如说啊，我给你做个假设，比如说你受不了这段感情了，可能你在1年以后或者半年以后你受不了了，你退出了，你信不信你男朋友还会通过这个小兰去认识其他人？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会的吧，也可能经过我以后，他可能也可能就可能经过我以后啊，也就可能就会觉得还是他的朋友比较靠谱，就是两个人可能会就这样走下去了，这一辈子就是个伴儿了。我跟你的想法不太一样的点就是，我觉得你首先你不了解人性，第二点呢就是你把事情的东西看得太绝对了。我们说不到最后一刻你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发展的轨迹和变化，特别是现在的 gay， 现在的 gay 不像之前的 gay 了，现在他们有很多的选择，所以会有变化。也有可能吧，这个东西啊，就是对你说的，对，凡事没有那么绝对，就是说人可能在不同的年龄想的是不同年龄的事情，然后现在像以他现在30多岁、40来岁的这个年龄，该经历过的都已经经历过了，该面对的一些事情，一些就年轻的时候做的一些事儿，是吧？可能说也都很明朗，而且他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你知道吗？就特别理性，然后特别的。就这个事情就比较就是怎么说，这个事情我想好了怎么做，谁也改变不了，我就要这么做，然后特别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就是说属于那种比较宅的一种人。理性的人的话，他生活就是会变化太多，越理性的人越会变化多。我其实挺佩服这种人的，因为我这个人可能就跟他是完全相反的一种人，我可能就属于比较感性的一种人。所以你们然后呢，他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我们之间经历的事情其实也不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感情。我说你在这个情感生活里边还需要经历一些事情，不是说你跟他哦。我以前想的简单，我这边吧也不是什么大城市，我想的简单，我想的之前处的朋友都是什么呀？就是2个人的事儿，你喜欢我，我喜欢你，我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有想到过会碰上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这个人，我觉得就是比较优点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说比如说我看上一个人，我喜欢你，如果你要说你不喜欢我，我也不会有过多的纠葛。
然后呢，比如说喜欢我的，或者说我不喜欢的，我可能也不将就，就很明确的就告诉人家了。两个人我以前觉得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就什么也不是问题。但是呢，后来才发现，碰上这个事儿以后哈，因为你能看出来他对你其实挺好的，挺真诚、挺真的一个人，就对你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很退原则的事情。然后呢，你可能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所以导致就是自我，就是需要一直在消化一些东西，自己安慰自己，自己劝解自己。然后呢，其实我这人有时候也是有点闹腾，然后呢，有时候会就让他也不舒服啊，或者我们俩之间经常吵架呀，这个就像刚才你说的，上一个朋友我是从半截听的哈，你说的就挺对，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就是两个人吵架什么的，其实我们俩之间也是经常吵，也是吵架，吵了这么久，为什么没有分啊？就是还是因为有那份感情在里头，分吧舍不得，不分吧可能说也确实有一些问题，所以呢，有时候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就会吵架，吵完了大家还都在坚持，都在忍着，其实我们已经在内耗了。就我其实给大家的，就是我一直想给大家树立一种观念，就是感情不是你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就是感情其实，我个人会觉得感情大多数都会消失掉，所以你要不要那么在意，或者说你在感情里是不是要借着感情去成长？这个成长说的很现实一点，就是在感情里边，或许你的另外一半能帮助你完成人生很多的事情。其实我是想给大家树立这种感觉。至于你说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这个我都想给你这个建议，就是在感情里你要理性，然后也不要去相信别人说什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你获得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可以了。至于说什么时间长短，什么最后怎么努力，你要有任何事情有得有失，你记住，你在这段感情里尽量多去获得，能明白吗？我能明白你说的这个，我觉得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自我保护，也是对自己比较有益的一种处理方式，也能让自己成长。对，如果说你是一个倾诉者的话，我作为朋友来讲的话，一定是给你这些建议的。但我不是说让你就是说，就是有一些心结，但是我觉得起码就是你知道你谈这段感情的意义在哪里。如果说你真的是图这个人的话，那我觉得你这段感情你就可以停止了，因为你图不到他的人。但如果说你就是图他的感觉的话，这个感觉也会消失。但如果说你想图点别的，你现在还可以图一图，因为三个人的也没有感情，图别的。说实在的，三个人的感情，我觉得起码你不是他的归属，可能那个人是，或者说下一个你是，你现在不是。我们之间怎么说呢？就是其实我这个人吧，就是我觉得都是成年人，有些事儿其实也是能看得明白。但是吧，你说我们之间，就像昨天我们俩吵架一样，他说，呃，说什么来着？他就说，就是我这边就可能一直在让他一直在挑战他的底线，就是就属于什么呀？他就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认识的时候，我是挺喜欢你的，我也想跟你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呢，我把我这边的情况也跟你说了，是吧？我这边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你说喜欢的时候吧，也曾经的特别冲动的想过，就说就跟那边分开啊，就是咱俩在一起。但是呢，有些事情可能只能想一想，但是你在真正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那样挺违背自己的道德底线，就是因为不是违背道德人家底线。说实在的，我就跟你说一句实在话，他之所以不跟那边分开，是因为你没有那么靠谱。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啊，就是您听我说完。一定有。我告诉你们，一段感情里边，只要他去找另外一个人的话，那绝对不是说他
他没有动过分手的一个心思，他肯定是有，或者说他这段感情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他需要另外一段感情去化解这个关系，然后他找一个合理的机会跟那边一分手，但前提是你得靠谱。我觉得所有的感情，就只要就是三个人的感情，他之所以能腾出时间去爱你，或者说去接触你，他一定是想有一个侧重点。我跟那个龙二那个原型，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他确实是想喜欢我，他也想跟我在一起，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跟那边分开？因为我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状态，那边是6年甚至10年的感情，然后这边就是接触几个月。他如果说他是个正常人的话，他都不会为了几个月的感情去消耗10年的关系。所以就是，那我想，你又传达的是你一直在挑战他的底线，他怎么可能为了你怎么样呢？所以最终只有你自己出局。您听我说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跟那个就是说龙二的那个故事里头，那个后面是什么？他跟他朋友坦白了吗？跟他朋友坦白了你这边的情况是吗？那是故事。那但是我这边他确实已经就是给他朋友把这个事情说了。所以呢？我们当时是什么情况？我们当时是他为什么说我一直挑战他的底线呢？就是因为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就觉得这样挺不舒服的，然后自己也接受不了，就想着往外退，也退出来一段时间，就是两个人还是说没有那么彻底的分了，分分合合来，然后也没有彻底白纸清楚。后来了是什么呀？他说你看，让你也挺，就是我喜欢你，我也不喜欢你不开心。然后呢，最后呢是在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吧，他跟他朋友就发了信息，就跟他朋友把这事情说了，就说你看我在这边，我就是喜欢上就是跟我在一起了。既然你都然后呢，都说了，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她跟她男朋友坦白是因为你吗？说句实话啊，是我让人家说的。那在你之前，她没有跟别人接触过吗？他之前给别人接触过，这个是我也是侧面知道的。他可能也没有，这是他朋友后来跟我说的这些事儿，就是说他在我之前吧也认识了一个以后，然后呢，人家也是跟我这个状态一样，就是说，他这边一聊天，就他俩一聊天有什么事情说什么话，他认识的那个人就会生气，然后就会吃醋，然后就会闹腾。后来了就是可能也可能是年龄小吧，我朋友跟我说的是年龄小，也不怎么成熟，然后呢就把就搁这边分了。他跟他朋友还在一起，只是在我之前是这么个事儿，有这么个事儿。我就是我要告诉你一点，就是可能他跟他前，他跟他就是10年那个人说你的存在，可能不是为了你，是为了跟他10年的那个人更好的去相处。后来你看是什么情况？还是当时他跟他朋友说了，就说我这边的事儿嘛，就说以后咱俩之间就变成亲情了，一些什么，就说以后就说你要有什么事儿我还照顾你，说管你，如果你这边有合适的朋友，就是也放你走，你可以找你可以再去就跟别人一起，如果哪天你碰到一个合适的，你想离开我了，就是我也支持，就是我也放你走。然后呢，你要说你不愿意找了，就是说反正咱这就这么个情况了，以后就是亲情了，就是家人了。你有什么事儿我也管你，就是我现在这边也跟人家在这边，虽然我有点听不下在这边。去你在说什么，就是我虽然这很不礼貌，但是我一定要指出你一个问题，就是这里的所有人都很理性，就你不理性。所以就是这个你早晚会受伤，就是其实她跟她男朋友其实很理性的去看待他们的感情了，已经就是因为他们也就没有那方面的生活了，所以他们也知道感情的维系下去必须得是让彼此开心或者说自由的一个状态嘛。但是他俩是相对成熟的，你呢是也明知道他有男朋友，但是你其实你是不理性的，或者说你是深陷其中的，你随时会被点燃的那种状态，所以
这段关系其实你就是个随时被舍弃的人，因为你接受不了。所以我其实想告诉你的话，如果说你想在这个关系里，就是继续存活下去的话，试着让自己变理性，这是我觉得就唯一能维系这个关系的根本的一个条件。如果说你是持续的不理性的话，不是说让你觉得就是不委屈之类的，是要合理去分解以及适当的去获取。既然这段感情是非常理性的状态，你就不要把那个所谓的感性的东西再拿出来了，不要消耗自己感性的东西，就是你就也非常理性的去看待这个关系就好了。这是我给你的唯一的建议，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就是所有人都是理性，就你不理性，那你早晚会受伤，而且早晚会有下一个你去替代你。也有可能吧，就是咋说呀，反正就是今年还好多了，今年去年的时候，可能就是感情也比较浓重的时候吧，就觉得自己就是真的挺难受的，挺不舒服。现在吧，就是在说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说，也确实劝解了自己很多，也想开了很多，所以说也还好。你今年多大年纪啊35。35其实不年轻了呀，那怎么还这么幼稚呢？就是我其实很希望就是直播间的朋友就是稍微理性一点、强大一点，因为你35岁再栽跟头的话，你可能会起不来啊。什么？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挺希望就是直播间里年纪大的朋友就尽量不要栽跟头，因为35岁的朋友如果是你栽跟头的话，会很容易起不来。对，其实我还是你要说吧，其实就人的性格问题吧，我就是属于比较那种比较感性的那种人啊，但是现在在说的时候，也就能就说很平淡的说出来，很多事情也还得自己劝解自己，自己把自己劝的想开了，这事儿也就不是个事儿了。对，其实就是所谓的跟自己和解嘛，就是你得接受自己的阴暗面也好，或者说就是自己的一个就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理解，其实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理解。就像那个直播间里有的人就说他能为你抛去10年的朋友吗？他肯定不能嘛。所以那如果说不能的话，你要考虑说是不是要跟他在一起。如果说要跟他在一起的话，就是起码我觉得你成熟起来是能跟这俩成熟的人在一起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因为他们不可能带一个不成熟的人玩儿。物以类聚嘛，就是说那三个成熟的人才能把这个关系处理得很好。那如果说就有一个人一直在闹的话，就显得你非常的不懂事儿。那其实那个一直不懂事的人，其实一直都是我。对呀，我确实一直在闹。对呀，所以就是不要这样，就是失了分寸，就等于失去了主权，失去了人格，就是不要这样。我会觉得你适当的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找到一个有时候点。其实说实话了，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有些事情啊，可能真的是每个人跟每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其实就站在他朋友的角度，他朋友只是比我大1岁，你知道吗？但是也可能就是生活环境不同，工作不同，人家的这个需求度就特别低，你知道吗？就我跟他朋友啊，真的是2个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吗？就是完全的反过来的一种人。就是人家都已经经历过了呀。他是什么你知道吗？人家现在什么情况？就那天人家跟我说，就是我们俩聊天了就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说实话，他跟我说贴心的话来，
他说说实话嘞，就是说你跟他之间，就是如果说你们愿意在一起当个炮友是吧？我也理解，是吧？我也可以，或者说你们要是说想在一起啊，就是我也喜欢比较胖壮点的。就是我也喜欢这种类型，就是咱们三个我也愿意，但是最好是咱们三个。他说最好是咱们三个，你也别让他跟我分手什么的啊，就是非得让我们俩就说分开。他说你知道我这人吧，就是我跟了他快10年了，然后呢，我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亲口告诉我，就是我变成他弟弟了。我拿他还当对象，结果他却告诉我他喜欢你了，然后呢把我当弟弟。他说你能知道我的滋味吗？但是唯一我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我觉得就是抓在手里头的，就是自己的，就别管他喜欢不喜欢我，爱不爱我。然后呢，就是还有亲情在这儿，我跟家里的关系也不好，我的生命中只有他了。所以呢，你跟他也不在一个地方，他早晚得回来。他回来以后，我不管他跟谁在一起，只要我还能跟他在一块儿，那我就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我不管他外面跟谁在一起了，他朋友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我如果说是你的话，我会觉得很难堪啊。就他朋友跟我说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很难堪，而且我会直接就想着说退出了。他朋友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就是我可能我想的比较多，但是我会觉得这段话表面上是在真诚，但是其实是在劝退啊。说完以后，我的心里面其实挺不舒服的。他说啥？他说完以后，我的心里头站在人家的立场上考虑考虑，其实人家也不舒服。所以后来呢，我还宽慰了人家几句，我说其实是这个道理。我说其实宽慰你们俩，人家干嘛？人家说的非常明白，人说的非常明白。首先，我跟他是肯定会在一起的，他想跟你就是做那个批友的话，他想跟你做批友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呢，他早晚会回到我身边。如果说你想加入的话，那你就加入就好了。但是，其实他主观意识的话，他以为你跟他只是个批友，没想到你能坚持下来。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我是无可替代的，你接受不了你就走，如果你能接受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其实他的主观意识就是告诉你，你是一个点缀而已。对，就那个阿宽说的非常对，只是个过客。他觉得你是个过客，因为他觉得她男朋友可能还会有其他人。如果你走了之后，还会有其他人，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要是你的话，我会很尴尬的就离开就好了。哎呀，其实我说实话了呀，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在这段感情里头，就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我年龄也不算年轻啊，就30多岁，应该也经过很多事情。我也在圈里面有好多年了，是吧？也经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什么呀？你也是看到了这个人，你懂吗？就是这个人值得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一面，你懂吗？就是我现在我最后跟你说一句话，因为还有其他人想连线啊，就是好的。我不是说一定要你就是在这段关系里边离开，我是想让你找到你加入这段感情的一个理由，不要是因为爱情，因为你要因为爱情的话，你太弱智了。你如果说是因为点其他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你可以继续下去，因为这段关系里，你起码你不是个白痴，你要聪明起来，因为这段关系里你本来就是委屈的，你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受这个委屈？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对你有好处的东西，那你坚持下去没错。但是如果说你只是因为感情的话，你像一个250一样，在这个关系里就是在这自我拉扯，在自我折磨的话，那我就劝退你就可以了。这是我最后对你说的，就是你要找到你做这么荒唐的事儿的一个支撑点。有那支撑点，我要告诉你是感情，我是不是挺傻逼的？那
那就是自求多福，就是我觉得你很快就会如果对呀，那我最后最后一句话哈，我就说，如果我要真是纯纯的，就是因为感情，因为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就因为这个，你觉得我操？我觉得你说的好成熟啊，好看得开。就是你这个年纪不小了，你图感情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跟你图感情的人，而是关键给我图找一个感情的人，关键给我图感情的人，你懂吗？没有感觉。不是所有人都能替代的，不是所有人就能谈，不是所有人都能谈的。别人给你的好是你不需求的。那你可以再找一找。我的建议就是说，嗯，为了你好的话，其实你还可以再找一找。但这段感情不适合你，起码就是你不图其他的东西的话，你这段关系里，一是你什么都不会捞着，第二点就是你会很长一段时间都走不出来，还不如自己劝自己开启那个保护啊，机制，然后让自对己对对对，你说的对，你说的很对，你说的确实很对的。现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也不图他的钱，虽然他给你花钱啊，虽然他给你舍得花钱，但是我真的不花他的钱，你知道吗？他给我花8000，我能给他花1万，就是说我们俩都没有说在钱上面纠结钱的问题，也不图钱，也就是图着这个人对你不错，有眼缘，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而已。那不行啊，就是我作为朋友的角度，就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就是如果说你身边有朋友的话，也不建议这样，所以就是要保护好自对，己。是的，我有个朋友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跟兄弟一样，也是圈里的。他就说，他说你跟他在一起收获了什么？他说你以前是什么样子的？你以前多潇洒，现在你喜欢上他了，你带来的是痛苦，你又接受不了，还要坚持，然后俩人拉拉扯扯的，你图什么了？就图自己他妈天天的不舒服，还是能图什么呀？所以说没必要。是这样啊，就是三个人的关系，或者说就是你去找一个有男朋友的这个所谓的亲情的关系的话，那你就要现实的去考虑这个东西对你有没有利处。如果没有利处的话，不要进行，好吧？这是我对你们的忠告，好吧？就这样。这个事儿我就说啊，就这样了，拜好的，再拜。见，拜拜。拜拜，哎，挂断，哎，来有想连线的还可以连线啊，有想连线的还可以连线啊，就是我，刚才我看到有一个评论，就是在那个直播间里有的评论，就是说什么爱情不要太理性之类的，就是我承认爱情不能太理性，但是其实爱情本身它就是一个抓不住的东西，所以你要就是你作为你个人来讲的话，如果你不理性的话，可能你最后什么都没捞着。如果说你是一个年轻人的话，没有经历过爱情的话，我其实建议大家去这么做，因为你得有体验嘛。但如果说你是一个成年人的话，就是我希望起码在我直播间里的人都能理性一些，就是保护好自己，然后就是每段感情里基本上都能做到，就是别让自己损失太多的消耗太多啊，所以就是因为我有很多直播间里的小朋友，其实他没谈过恋爱，他觉得感情喊喊口号，就是说，哎，感情怎么样？其实感情生活怎么样的都是需要方法方式的，都需要计谋的，包括就是一个人生活到现在，他需要就是职场的规则的，他需要就是社会的一个锤炼的，他不是说你凭感觉你横冲直撞就可以的，对，就是这个，它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爱情可以克服一切，不可能。爱情其实是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感觉，啊，爱情它其实就是个感觉。我们其实，我觉得最稳固的感情，其实就是你，就是最健康的感情，其实是你清晰的知道这段感情里你要什么，你有什么，你凭什么，这个是你要去就了解自己的，你要什么，你凭什么，你有什么，你要去知道这个东西。
你不能接受三个人，我没有宣扬，大家就是要去接受三个人的感情。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你又抽离不出来的话，我告诉大家怎么在这段感情里就是稍微让自己不要那么惨啊。三个人的感情，我觉得是是不太成立的啊。三个人的感情其实不太成立的。对，三个人他其实不太成立。干嘛呀？臭狗狗。那个叫什么孝君呐、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字我不认识，就是你现在说的太多，就是让我会觉得说，就是还处于一个很喊口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三个人会不平衡，是的，就是维持不了多久。我建议大家就是说都能在这感情里找到自己的点，存在的点，就这段关系你坚持下去的点啊，特别是三个人的关系里，对。就比如说我一直都不赞同，就是说，啊一个人他长得也不好看，身材也不好，哪儿也不知道哪儿好，你就喜欢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扯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人会告诉我说，哎，我喜欢一个人，但是他啥都不好，我为什么会喜欢他？有没有人跟我说，就是想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哎，百里屠夫，你说我喜欢一个人，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我就是喜欢他。有没有人就是有这种想法的？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的？我觉得这个关系是不成立的，就是说他哪儿都不好，我为什么会喜欢他？我觉得这不可能。首先就是你首先你不了解自己啊，你不了解自己而已，嗯，就是你不了解自己，你喜欢一个人，你选择一个人一定是有理由的。比如说这个人哪都不好看，然后你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因为没有人喜欢你，这也是个点。就是你们就是一直都不愿意去，一直不愿意去承认而已，能懂吗？就是他这儿也不好，那也不好，只有他能看得上你，这是个点啊，这也是个点，就是你不了解自己嘛。干嘛呀，猛爹？啊？你干什么？你过来。你干嘛呀？这人嘚瑟，哎呀，嘚瑟，怎么这么能嘚瑟呀？啊？好了，我今天就播到这儿了啊，我就不播了。